这一期的极限挑战宝藏型太好看了。任嘉伦的关键词：劳工、苦力、套路、叛变、吃播、人是英语、黑嘉伦。极限挑战宝藏型第5期来到了云南，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，任嘉伦早上抽签，跟秦昊、杨超越分成一组，邓伦、郭京飞和王珞丹分为一组。一开始的秦昊明显想跟邓伦一组，暗示邓伦去换另一个颜色的签。秦昊应该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之前因为跟邓伦比较熟悉，所以还想继续分成一组，明显感觉到一开始分组的尴尬。节目的一开始，嘉伦就展示了他的人是英语。Kim 看到这里真的笑趴了，英语说成这样的嘉伦，竟然还是同组里词汇量最多、表达能力最强的。之后因为秦昊、杨超越身上没有分到经费，任嘉伦就大方的把自己的经费拿出来，请超越妹妹吃榴莲，请秦昊喝咖啡。奈何钱不够，需要在咖啡店打工赚钱，任嘉伦就开始了赚钱养家。任嘉伦辛苦招揽客人，而同组的秦昊和杨超越两人在咖啡馆里休息做游戏，玩的是不亦乐乎。不仅不帮忙，把嘉伦当苦力，还拿他辛苦赚来的钱挥霍。任嘉伦为了赚钱忙得停不下来，多次求助秦昊帮忙，均被秦昊以年龄原因婉拒。求助之后，也只换来了杨超越的几声口头加油。任嘉伦真是太难了。被气得没办法的嘉伦第一次叛变，到了对方组里吃火锅。任嘉伦叛变堪称是史上最惨的叛变，明明是3个人的队伍，到了做任务环节，就只有任嘉伦在努力工作，旁边的秦昊吃蛋糕喝饮料，对比不要太明显了。这样的场景就是想要不叛变也是很难了。但是到了对方组一上来就被套路组王珞丹姐姐骗走了一张照片，还帮他们收钱，正所谓真的是被骗了都不知道，还帮他们数钱。秦昊得知了之后马上跟嘉伦联系，但事已至此，深感尴尬，自己也觉得刚刚做的有点过了。秦昊跟超越吃完饭，超越不舒服，自己回去休息。秦昊深深感受到所谓的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有种孤寡老人的寂寞。去火锅店里找嘉伦，一番挽回，在之前的咖啡店里拿了留给嘉伦的食物黑嘉伦，感动了嘉伦，再次成组。接下来的游戏里，秦昊理解游戏规则有点困难，两个大男人都没什么综艺经验，被对方迅速抢到照片，深深觉得无力。其中有一轮吃青稞的游戏，因为任嘉伦他们组少了杨超越，秦昊说他不能吃牛奶，这一轮自动放弃，被对方又夺得1分。Kim 看到这里真的为嘉伦心疼，妹妹身体不好，队友经验不足，反应也慢，关键时刻激起的斗志却被队友无情的压制，拱手认输。嘉伦这时候一定是一阵草泥马奔腾而过，透过屏幕也能感受到嘉伦的郁闷。但是好脾气的任嘉伦并没有任何的表现，迅速调整了心态，依旧斗志昂扬，想着再怎么大战一场。奈何接下来的一个游戏，王珞丹和以为路人配合默契，迅速地完成了游戏。至此，嘉伦组彻底输掉。嘉伦深知不能再跟秦昊一组，想第2次出逃，结果导演组制止，不得不重新跟秦昊一组。这时秦昊无奈，尴尬的嘉伦不得不回来安慰秦昊，说哥，这不就是个游戏吗？不要当真。在出租车上，秦昊也开玩笑地引用自己电影里的桥段，暗示要谋杀任嘉伦。看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温暖了，感受到即使2个人没有赢得游戏，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中你来我往，相爱相杀的过程也是一种开心。但是游戏远没有结束，化身吃播男主的任嘉伦正吃得高兴，又被秦昊套路吃多少松茸就要上山挖多少，还拍了视频做证据。感觉顿时任嘉伦手里的松茸都不香了，被秦昊再次套路，任嘉伦一个人的旅程又开始了。上了山的嘉伦渐渐地在村民的帮助下找到了松茸，体验到了人生难得的经历，所谓的人生又出去了一个维度，所有的不悦都释然了。下山的时候一身轻松，见到秦昊的时候，2兄弟欢乐地抱在了一起。秦昊在嘉伦一个人上山挖松茸之后后知后觉，自觉很愧疚，在嘉伦下山以后对他非常好，闹得嘉伦一阵害怕，说哥，你这样子对我真的让我害怕，后面还有事儿。2个人看着说着笑着，紧紧挨着就结束了这一期的节目。Kim 想这就是人格魅力吧，
1天的录制就能让一个人从路人转成爱人。低调又认真，任劳任怨在旅途中体验人生的超娥，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虽然在节目中被整惨了的嘉伦，但还是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友谊。超娥下次还是常点心吧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不亏他还发微博说，今晚极限挑战我不敢多说，因为内容有点丰富。反转我有点惨，竟然还1天2更再次发了。是松茸被套路的 cut@ 秦昊@ 贾乃亮@ 杨超越，游戏可变，我们的友情永远不变。如果你喜欢 Kim 的频道，请点赞关注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家人有